朵丫丫，你吃吗？他知道这个他不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在很早很早以前啊，其实也就是去年啦，就有小伙伴跟我说过，说北京有一家304蛋糕坊卖的那个巧克力派很好吃。当时是因为夏天，我怕收到化了就没买。这不现在气温比较合适了吗？前2天我在网上找代购买了3个48块钱，还有15块钱运费。这个巧克力派价格不菲呀，但是我很期待它的味道。那我现在就赶快打开尝一尝。这个看上去挺厚的啊，巧克力皮还比较脆，切开看看。哇，你看它夹心比较厚啊，蛋糕看上去也比较厚。这个蛋糕感觉很软，看这个组织我感觉像是戚风。我尝尝啊，哇，好软哦，挺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味道还真是挺不错的。蛋糕是戚风，很软，然后这个馅儿应该是奶油霜，有黄油和淡奶油，还有点巧克力。表面的这层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脂的，吃起来微微有点苦，整体的口感不会很甜，我觉得比好丽友的好吃哎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在家做出来的，应该不难做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就开工啦。先做个戚风蛋糕，油和牛奶混合均匀，再加入面粉，搅拌均匀，再加入蛋黄，搅拌均匀，拌匀以后是这样的，有流动性，放在一旁。再打发蛋白，蛋白里加入白醋、细砂糖和盐。用电动打蛋器的低速、中速或者高速打发都可以，我一般就是用低速打。你也可以先低速，再中速，再高速，然后最后再低速搅拌一下。蛋白打到跟做戚风一样的状态就行。这个尖儿可以是微微有点下垂的，也可以是直的。先取1/3的蛋白和蛋黄糊混合，然后再把蛋黄糊倒在剩下的蛋白里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刮刀从中间切入，由底部向上翻拌，一边拌一边转动盆子。最后拌好的蛋糕糊是比较浓稠的，而且细腻有光泽。有一个详细的戚风蛋糕的做法，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过的豆乳爆浆蛋糕。面糊做好以后，把它倒在裱花袋里，然后挤在铺了油纸的烤盘上。蛋清还是要打硬一点，因为如果面糊太稀的话，烤出来的那个蛋糕就会比较薄了。面糊也不要挤出太多，我觉得做小点更好，我这个其实有点大了。挤的时候没算好量，最后挤出来11个，注定有一个要单身了。稍微震2下烤盘，把空气震出来，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50到160度烤20到30分钟左右，具体就根据自己的烤箱调节了。烤完以后再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油纸放在烤架上，等不烫手了再把它一个一个揭开。正好把这个单身的切开看看，看它还挺软的，还很有弹性，厚度我觉得也还可以，如果再挤小一些，我觉得可能它还能更厚点。然后再来做奶油霜，我刚才又仔细的品尝了一下，我感觉它那个中间很软，好像就是淡奶油加巧克力或者可可粉。如果不喜欢黄油口感的话，可以直接用淡奶油加馅儿，不过淡奶油容易化，我做个那种老式奶油当加馅儿，这个也挺好吃的，也不太容易化。先把黄油和巧克力隔水融化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10分钟。冷藏以后它就又变成固体了，再用打蛋器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入细砂糖。搅匀以后就少量分次的加入淡奶油，淡奶油最好可以回温一下，不回温的话就一定要很少量的加，不然容易油水分离。每一次都要拌匀以后再加入下一次。直到淡奶油全部加进去拌匀，成这种膏状就可以了。然后再隔热水把巧克力融化，这个水温不要超过60度。等巧克力全部融化，是这种流动状态就可以了。巧克力的选择根据自己喜好就行，
可可脂含量越高越苦，我用的是58%的。然后把2片蛋糕中间加上适量的奶油霜，200克奶油霜正好做了这样大小的5个派，反正没剩下。把夹好馅儿的蛋糕放在巧克力里滚一圈。巧克力如果能多一点的话，蘸巧克力就会比较轻松。蛋糕放进去，它可以全部浸在里边，然后马上直接拿出来就行了。因为我比较抠啊，不想用太多的巧克力，就只融化了200克，所以就得用叉子给它翻个才行。取出直接放在油纸上，看我这个，它表面不光滑吧，可以再淋一点巧克力。然后再震一震烤盘就可以了。震几下，它表面就会变光滑了。5个全部蘸好巧克力以后，放入冰箱冷藏，等巧克力凝固了再给它拿出来。然后你把底下多出来的巧克力切掉就可以了，别用手掰，用刀切。剩下的巧克力再给它收起来，下次再做什么还可以继续用。其实我做这几个200克巧克力都没用完，所以要是融化太多的话，我感觉真的有点不值当的，就是操作起来稍微麻烦点。幸好奶油不是很软，它翻个的时候不太容易变形，这样看着也还行，是吧？我跟我老公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大了，他说不大，自己在家吃就得做大的。其实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别再做了，因为这个已经是第3波了。加了黄油的奶油霜吃起来会比纯淡奶油的稍微硬一些，但是也挺好吃的。没有悬念，必须好吃啊！这个其实不就是奶油蛋糕外边裹了一层巧克力吗？不好吃，不能够，不存在呀！小丫丫，你吃吗？他知道这个他不能吃，凉着吃和回温以后吃口感是不一样的，你们可以都试一试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就赶快动手做起来吧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